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克鲁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。他闻到雨中带有奇怪的味道，这可是一种不好的预兆。他捡起地上的蘑菇闻了一下，他面临的可能是一场酸雨。正当他要快速穿越森林时，眼前出现的一个挂在树上的房子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看样子这地方应该已经很久没人来过。现在的雨越来越大，克鲁决定爬上去看一看里面的情况。他很担心下雨的森林会窜出来野生物种，如果小屋没有锁，他就准备在这里过夜，等雨停再继续出发。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区也在下雨，那你就在评论区里吱一声，或者打出来一个雨伞的表情。据说高级一点的设备打出来的雨伞上都带有雨滴。看到里面的情况，克鲁感觉很惊讶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种百里无人的森林会有这样的小屋出现。虽然小屋内的窗户已经被破坏，但他认为这地方绝对比在外面搭建帐篷要安全得多。看着森林中阴沉的天气，他感觉这场雨短时间内并不会停止，于是他将背包也拿上了小屋。与其着急赶路，不如在这里等雨停之后再继续出发。这间小屋在4米的高空，足以保证他的安全。他将装备放下之后，就开始清理窗户玻璃碎渣。清理完毕后，他准备走下去收集一些能利用上的木头，将窗户封上。因为夜晚来临时，森林中会快速的降温，而且如果屋内有灯光的话，可能就会吸引来大量的蚊虫。可正当他清理小床时，他竟然发现了2块玻璃，但是玻璃太小，尺寸完全不合适。他猜测这应该是之前打造窗户剩下的。不过经验丰富的克鲁曾经也是一名木工，他现在已经有了如何修复窗户的想法。他准备利用这些切割好的木方，将窗户的门框缩小，然后再将玻璃切。虽然森林的夜晚还没有来临，但克鲁身体感觉有一些冷，可能是淋雨身体潮湿导致的。他现在要将壁炉组装，让小屋尽快暖和起来。当大量的烟雾从烟囱排出时，他就放心了。虽然外面寒冷潮湿，但只要壁炉点燃，小屋就会慢慢的升温。他也赶紧将身上潮湿的衣服和鞋子挂在壁炉上烤干，以防自己的身体失温。夜幕即将降临，雨也越来越大了。克鲁庆幸他能躲在小屋里，现在的他不用担心雨水，也不用害怕有野生物种。在外漂泊了2天，他今天也终于能好好的做一顿饭了。能在下雨中的森林，躲在温暖的小木屋里吃上一口热乎的食物，他感觉已经非常满足。深夜已经降临，外面的动物也更加活跃了。不过这间在高空的小木屋可以让他在这里好好的休息一晚。可能是太累了，刚躺下没一会儿，克鲁就睡着了。